什麼是對的人？靈魂伴侶的真相。你是否也曾經對自己說，等我找到那個對的人，我的愛情就會幸福美滿？於是我們開始在戀愛市場上四處尋覓，滑交友軟體、相親，甚至參加各種交友活動，心裡暗暗期待那個命中注定的人會突然出現。有人以為對的人會讓心跳加速，好像電流噼啪作響；有人相信對的人會和自己毫無隔閡，從不吵架，彼此一拍即合。但現實卻是，你遇到的完美對象，可能3個月後讓你失望透頂；你認為的靈魂伴侶，可能最後變成讓你傷得最深的人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對的人真的存在嗎？還是只是我們編織出來的浪漫幻想？愛情的幻想，我們以為的對的人。先來看看現代人對的人的常見幻想。1、零謀合幻想。很多人以為靈魂伴侶就是完全不用謀合的人，一見如故，想法契合，從不爭吵，仿佛只要遇見對的人就能自動幸福。2、救世主幻想。有些人期待對的人會補上自己生命所有的缺口，孤單時有人陪，困難時有人救，脆弱時有人懂。對的人被神化成解答一切的靈丹。3、命中注定幻想。還有人深信宇宙早已安排某個人，只要等到命運齒輪轉動，就會遇上那位唯一。這些幻想聽起來浪漫，但卻容易讓人陷入2種危機：要麼永遠找不到，因為現實中的人都不完美啊；要麼遇到問題就逃，因為心裡想着，既然吵架了，他應該不是對的人。嘉恩和仁杰在一次旅行中邂逅，2人一拍即合。短短1周，他們就決定交往。朋友圈裡的人都稱他們為天作之合。一開始，他們的戀情像煙火一樣絢爛，無話不談，天天膩在一起，彼此覺得就是對的人了。然而3個月後，仁杰開始覺得嘉恩太黏，他渴望有自己的空間。嘉恩則覺得仁杰變冷淡，懷疑他是不是不愛自己。2人爭吵不斷，最後竟然以分手收場。事後回想，他們才發現，原來一拍即合並不等於能夠長久，而當初的激情並不是靈魂契合，而只是荷爾蒙和新鮮感的交響曲。這樣的故事是否似曾相識？我們常常誤把化學反應當成靈魂契合，把短暫的火花當成對的人的證據。那麼靈魂伴侶到底是什麼？真相其實很簡單，卻有點殘酷。1、靈魂伴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而是彼此磨出來的。對的人不一定一開始就完美契合，而是願意一起面對不完美，願意共同成長的人。2、靈魂伴侶不是填補你空缺的，而是陪你一同成長的。對的人不是你生命的補丁，而是讓你成為更完整自己的同路人。3、靈魂伴侶不是避免衝突的，而是能健康處理衝突的。對的人不是從不吵架，而是即使吵架也能更了解彼此。換句話說，靈魂伴侶不是命中注定的人，而是願意一起努力，把彼此變成对的人。心理學指出，人之所以追尋對的人，背後有3種深層需求。1、安全感需求，我們渴望一個能讓自己安心的人，不必時刻提心吊膽。2、理解需求，我們期待有人能懂我，在混亂世界中
有一個能對焦的眼神。3、歸屬需求，我們渴望一個家，不再是孤單一人，而是與某人共享人生。這些需求沒有錯，但危險的是，如果我們以為對的人會自動滿足這一切，就會把現實中的人壓得喘不過氣，因為沒有人能100%符合幻想。在交友軟體時代，很多人習慣滑動篩選，期待遇到更對的人。滑到一個覺得不錯的人，聊了幾天，發現有一點小缺點，就立刻換下一個。於是愛情像是商品選購，好像永遠下一個更好。但真實世界裡，再完美的對的人，也一定會有讓你失望的時候。如果你無法接受不完美，就永遠不可能真正擁有靈魂伴侶。那要怎麼找到對的人呢？真正的對的人，不是找到的，而是選擇的。1、選擇價值觀相近的人，因為愛情可以浪漫，但日常需要一致的生活方向。2、選擇願意溝通的人，再契合的靈魂也需要透過對話才能理解。3、選擇願意一起成長的人，靈魂伴侶不是固定不變的，而是能一起進化的。換句話說，對的人不是尋覓的終點，而是雙方共同塑造的結果。曾有一對結婚70年的夫妻被問到，你們怎麼知道彼此就是對的人呢？老先生笑着回答，我們年輕時其實常常吵架，但每次吵完，我們都願意坐下來繼續聊，繼續磨合。不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對的人，而是因為我們從不放棄讓彼此成為對的人。這才是靈魂伴侶的真相，不是找到，而是一起成為。結語：真愛的定義。所以當你問什麼是對的人，答案是，對的人不是某個完美無瑕的存在，而是那個願意和你一起把不完美變成幸福故事的人。靈魂伴侶不是等來的，而是經營來的。對的人不是遇見的，而是選擇並持續成為的。